在我们家里每个地方有一个麦克，就是在那个客厅里面，我们知道是有别人在听我们说什么。苏联人和现代的俄罗斯人是怎么用媒体？好，关键词就是电视。YouTube 在俄罗斯是可以用的。好问题，是理论上是可以用，但是他们现在让那个 YouTube 这么慢，结果你就不用。你真的写了在数字媒体3次，还是支持乌克兰，你可能被判断是5年、10年都有那些案子。大家好，欢迎回来大声访谈。你们看见了，今天我不是坐在纽约的直播间里面，我今天现在是在加德满都，是尼泊尔的首都。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今天大声访谈的嘉宾 Philip Nobel。大家好，我要请 Philip 讲我目前大声也最关注，我们当下时事政治也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有前苏联整个的这个前苏联社会，人的生活状态和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的人对当下我们理解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有在接下来的这种中美所谓的对抗是的这个环境下面，怎么去分析中美俄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可以聊这个话题呢？现在就要正式介绍一下 Philip 的简历了。Philip 的正式的简历呢是他现在是 Global Voices 这样全球之声这样一个全球的多语种新闻平台，他是这个平台的全球执行总编。俄罗斯的人口现在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中国人移民到西伯利亚还是俄罗斯的东方的那些地方会越来越多。这个普京也知道，也意识到，但是他有选择嘛？他现在特别需要中国。继续往下说，他为什么这么需要中国？一个是一起反对西方，就是在政治层面，我们是他们也用那个多样性的世界嘛，但是就是另外一个多样性，多元什么对，多边关系啊，是吧？对。第二个肯定是在经济方面的，就是你有那些你不能在跟西方国家做贸易、做商业，不能进口、不能出口的，那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中国，包括通过香港，包括就是通过香港的银行的系统，所以其实非常需要的。然后他们现在的贸易也是就是避免用美金嘛，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可以用人民币和卢布，就是做商业，就完全这个脱离美元系统。对，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第三个普京特别喜欢说，他其实现在用那个亚洲这个词，不管他去中国还是中国的领导去俄罗斯，还是跟印度一样，普京你要看俄罗斯电视其实比较难受，我很少能看得到，因为生气的太快，气死了，不想看。普京特别喜欢一句话说：“你看，在我们后面，全亚洲在我们后面。”对他来说，他跟习近平还是跟莫迪拍照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告诉你，我是跟习近平和莫迪，他们都支持我。中国和印度在我后面，所以谁需要欧洲？谁需要那些西方国家？不需要。你要想那个印度再加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的能力，那就不需要西方国家。他要的是什么呢？就他达到真实的目的是什么？他想告诉他的民族、他的老百姓、他的社会，我们不是失败，其实我们是很成功。因为你问的问题是很对的。其实到现在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小细节是很重要。我一直想理论上现在是你要是一个俄罗斯的官员的，你肯定要特别反对西方，对吧？就是应该的，因为天天骂西方的，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也有日本的，然后大家说不要去那些国家，不要买他们的东西，我们的孩子不会去那些国家学习，他们的价值观是有很大的毛病，很危险的。我们是就是很傲气的、很开心的俄罗斯人，我们有自己的身份，我们也不是西方人但是你要看他们穿的衣服，包括很高层的官员，他们穿的 T 恤都是跟美国有关的。还是帽子戴的，还是美国的，都说什么美国的大学，所以就是
一方面是一个矛盾，其实不是一个矛盾，因为本身我觉得大部分的俄罗斯人对西方国家，就是在英语我们说那个 love and hate 啊，又爱又恨，还是 love to hate， 因为太爱所以恨，是爱而不得。对，所以一方面是表面就是我们应该最起码反对西方，还是其实也是骂也是恨，但是你要去他的家，我告诉你，他的家具、他的衣服。他看 Netflix 的电影都是西方和欧洲的，所以就是真的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普京现在他想，因为很多俄罗斯人其实说实话还是想去欧洲，还是去想买西方和欧洲的东西，还是想去旅游，还是觉得那我可能不是西方人，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欧洲人还是一部分嘛？你说是绝大多数，对，并不只是那些城市的，不是，就所有俄罗斯人。对，所以我觉得普京的目标是告诉他的社会，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欧洲和西方，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印度和中国在一起，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方面，可以，他特别小心，他有的时候会说。因为你要看那个俄罗斯的土地，从一个那个地理学是吧的角度，其实俄罗斯也是亚洲的一部分，是啊，是从那个乌尔山往到东方，就是在地图就是亚洲，所以普京会特别玩，就是他想告诉你，我们也是亚洲的大国，我们现在不是什么西方还是欧洲的大国，我们也有一个亚洲的身份，所以你看。中国和印度跟我们在一起的多好！它是2张牌随时打，对，就这个意思。其实可能整个俄国的这个，它的文化背景，当然很多研究欧洲的人说，其实它确实就像你说的，完全俄罗斯国家也不是，欧洲也没把它当做欧洲国家，是。可是它一直是坐在欧亚这个 border 上，大陆中间。左边崇拜着和仇恨着欧洲，右边歧视着和统治着亚洲，对，就一直是这样一个心态。是。然后反过来也必须说，在可能不是西方国家，在欧洲的国家，一方面是我觉得有些，特别是可能欧洲的知识分子觉得。俄罗斯多好，因为他们是通过一个文化的角度看，就是我刚刚说的，看什么 Tolstoy 的 Dostoevsky， 对，托尔斯泰，对，什么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就这个意思。但是反过来，不管是打了乌克兰之后还是之前，必须说很多可能西方就是西欧的人也是比较歧视俄罗斯人，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俄罗斯人，你要定义你的身份。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你去西欧的国家，可能有的人因为你说俄语，然后就是也不是开玩笑的。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就是说俄语不代表你是俄罗斯公民，也不代表你是俄族。但是你听人说俄语，大部分的人说你就是俄罗斯人，然后你可能也是支持普京，这也没有什么逻辑，有不同的人，对吧？所以你会其实就是你会有一些歧视，比如说有很多案子，你去餐厅，你去酒店，当地就是西欧人说你是俄罗斯人，我不给你房间，我不给你提供服务，是很少，但是有的是有。所以你想，你是一个俄罗斯人，不一定，可能你是支持普京，可能你不支持普京，但是你去西欧的国家，有的时候在一些情况下，我不是说所有的人，你会真的感觉到一个歧视，因为我是俄罗斯人你不是跟你不一样的。我们不要你了，我们不要你的钱，然后你自己觉得我也不是亚洲人，我也不是东方人，那我到底是谁？然后现在我们的总统说我们跟亚洲一起，但是我在家里还是看 Netflix， 还是看 YouTube， 我还想买那些机秀，有什么 NYU 这么一个机秀，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开心，我们这样可以聊。因为真的不是一个黑白的世界，你不能说所有的中文人、所有的台湾人这边、所有的俄罗斯人，然后你要判断，最起码你要听当地人，我们都有矛盾，每个人都有矛盾，对吧？俄罗斯人也有自己的矛盾，
包括在他们的政治和文化的身份有很多的矛盾。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多聊这样的话题，包括我下个月我去乌克兰，也可以就是问当地人他们怎么看中国，他们怎么看台湾，他们怎么看俄罗斯。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必须有。必须有，还有一块我知道，那个我们今天聊不完那么多哈，我们能聊好几年。一直有一个就是你讲一下你现在，因为我们一直在研究媒体嘛，对，我们俩还会继续在比较中俄媒体。你那天给我讲过一个细节，我就觉得很震惊，就是你小的时候在前苏联国家生活的时候，你是完全感受过的。就是这个 George Orwell 的1984的生活。是我的问题是你一个是给我讲一下这个儿时的这个东西，然后你现在分析一下，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现在目前媒体和老百姓思想的这个言论自由到底是个什么程度？因为这块其实很少，我们以为是语言的隔绝，我们也不知道俄国人真实的民意，或者他们到底真实爱普京，还是他们真实对中国和俄罗斯到底是什么看法。你从媒体，就是你自己的经历，你讲一下这个俄罗斯当年的，就是这个前苏联的社会控制对现在的俄罗斯老百姓的思想控制是一个什么样的目前的现状是什么？好，那首先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因为我觉得就是苏联人和现代的俄罗斯人是怎么用媒体。好。关键词就是电视，电视是最重要，这是最重要。因为独裁国家，大部分的独裁国家，就是对的那个选择把那个电视的内容放在第一。我们现在不管是真正的电视，就是传统的电视，还是就是在网络看的 YouTube 在俄罗斯是可以用的。好问题，是理论上是可以用，但是他们现在让那个 YouTube 这么慢。结果你就不用了。好，继续这个所以电视，我小的时候，当然我们唯一的媒体就是电视，当然有报纸的人也会看，但是家里你回家就是看电视，然后电视是完全一个就是独裁的国家，什么都好，我们都好，然后西方不好，就是我刚刚说，为什么我的老师说，哎呀，很可怜的菲利普，终于他可以上课，他有一个钉子，他有一个家。肯定在法国就是流浪人嘛，然后从60年代开始，突然就中国本来是我们的好的关系，突然不是，中国人是敌人，完了，然后另外我们刚刚说就是那个平均的那个收入，你想，对，你是在内地的，你的收入是300美金，你的娱乐的预算是什么？是一个零，一个零是吧？因为这可能要介绍，就是苏联的时候。因为我很小，我不懂政治，但是我也去了音乐的学校。那时候你在苏联长大，文化和娱乐当然是通过审查，但是必须说，就是像以前在中国是差不多是免费就是你要去音乐会，你买书就是你可以接受那个，就是可以接触那个文化是几乎是不需要预算的，对，因为国家免费。计划经济，对，就是计划，对，是这个词。所以苏联人习惯了，我在娱乐不需要什么预算，是免费的。然后解体了，没有经济，那绝对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俄罗斯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大部分你要享受文化，你还需要花钱嘛？你需要买票、买书。书以前真的在苏联时代真的差不多是免费的，现在是跟欧洲的国家是一样贵的。所以你在有一个300多美金的预算的情况下，你唯一的娱乐是什么？电视。来了，上网吗？有，但是如果你有很好的电视，为什么你要上网？当然你可以用手机，不是说俄罗斯没有手机，但是我觉得你要享受真正的娱乐，你可能还需要一个大一点的电脑，但是电脑也是很贵，所以就是因为本来电视就有，然后普京很聪明的20多年，他知道了我要控制电视，我就什么都可以。
因为在90年代，在俄罗斯的电视的市场是很丰富的，真的非常有意思，真的有独立媒体，然后电视的内容那时候是你想一想70多年很严格的审查，突然爆炸了。90年代你什么都可以提，国内国外的，就是很敏感的。各个内容都有，我们都记得90年代俄罗斯的电视是一个天堂，这是真的。特别你要是一个学者，什么都可以听，什么都可以看。但是普京很聪明的了解了，如果我控制电视，然后不允许那些独立的电视台存在，我就可以一直影响那些内地外地的，没有护照，从来不考虑出国，不会说英语，你说可以上网。对，但是你不懂英语，那你看的内容还是俄语的，这个你又可以控制。所以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对俄罗斯感兴趣，一大堆书和研究都是说普京是怎么用电视控制俄罗斯人。所以从一个苏联的已经一个传统，我们家里都有一个电视，所以我们就继续看电视，到没有预算，真的不能花1分钱。是什么去电影院，什么去音乐会，没有这个机会，那我就是看电视。然后普京是一直投入在电视，第一部分就是那些独立的电视台，他让他的朋友买，然后就审查，没有什么独立性。然后真的投入很多，就是从一个娱乐的角度，说内容是好的，是好玩好看的，就是像中国一样的，对吧？然后大明星的文化，就我觉得跟中国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你就是不管是你有工作没有工作，你有钱没钱，你就回家还是一天在家，那你就看电视，然后就完全是你的态度，你对包括对俄罗斯和外面的世界的了解，就是普京说什么就是什么，就这么简单，也这么惨。然后你说我小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当然不是外交官，因为很多人说啊，你是在苏联长大，那时候你爸是不是法国大使？我说不是，他是一个很普遍的外语老师。然后我们住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在塔什干和奥德萨在乌克兰。那时候哪有什么法国大使馆？没有，这里在莫斯科。但是那个地方他是一个普通的外语老师，然后我们住的地方也是一个普通苏联人的，就是一个楼房嘛，没有什么特色的。但是有一个特色是在我们家里每个地方有一个麦克，就是在那个客厅里面，我们知道是有别人在听我们说什么。你说你家的每一个地方有一个麦克，是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麦克风，隐形的录音机。对，应该是很小的，这最起码是在客厅。因为为什么我们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个外国的家庭，然后在那些我刚刚说塔什干和奥德萨，就很少有一个外国家庭，包括有孩子的，对吧？因为没有什么大使馆，没有什么领事馆，所以因为我父母是外语老师，然后他们有很多同事，他们的学生。包括我们的邻居，就很自然的，就是有朋友来，然后反正中国人都知道，那时候其实没有就是有餐厅，但是不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你说我们去咖啡厅聊，我们去餐厅，对吧？就是餐厅一般来说就没什么菜，你要等很长时间，就不是一个舒服的地方。那时候是那个社会的生活都是在每个人的家里。对吧？所以我亲你，你亲我，就这样的。然后我们聊很多因为没有其他的娱乐。但是我从一个7、8岁的孩子的角度，我发现了，有的时候是就有个苏联人就这样做的，然后就用他的纸，然后可能是拿我爸还是我妈，然后他们去卫生间，然后打开那个水，就是洗澡的水，因为这个声音很大。然后那时候那个麦克那个技术没那么发达，像今天好像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会从一个小朋友的角度发现，突然有些话题，你不能包括在你家里本身你不能公开说的，然后你要拉那个人去卫生间开水，然后因为这个声音，你就是很自然的了解到他们要说什么秘密我们不能公开说的。另外一个是一直有人跟着我们，就是在路上，
我们去什么地方，有人拍我们，所以我经常说我是苏联毕业的。对，我们两个在任何时候，我们只要碰到困难，是互相鼓励的，就是说，我是中国长大的，你是苏联毕业的，还有什么？还要怕什么？对，还有什么可怕的？对，你刚才说的是那个人家是跟着你上学，路上他是故意让你们知道。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不知道，但是应该有，对。所以就像这种监听，明着跟踪，这些就是我们说的 KGB 手段，对就是克格勃手段嘛。是。现在在俄罗斯社会还继续吗？现在更多的，但是第一个外国人差不多没了，然后就是当地很勇敢的，就是敢批评自己的政府的俄罗斯人，要不是都离开了，要不都被抓了，在监狱，要不死了，必须说的。对，经常我们聊的，包括记者，像巴里特科夫斯卡就给打死了，直接被打死了。对，反对派都被毒死、被打死。是啊。所以这种反对派被毒死、打死的这种新闻会上电视吗？如果会上电视，他们肯定会找另外一个原因，说是什么就是当地的跟邻居有什么冲突的，还是什么黑社会但是他从来不会承认是被政府安排的。这个不会，所以他不会明着告诉大家我是一个集权政府，是你要反对我，我就打死你。他可能会说这个人好是记者，但是他也吸毒他可能是污名化，对，还是他有一个家庭，但是旁边有另外一个女人，还是个男人，作风问题。对，然后就吵架了，然后发生了一个事故。所以他表面上就是俄罗斯，这就是研究俄罗斯媒体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有一点很像的，就是他永远报喜不报忧。对，就是你肯定会你肯定知道，不管是中国、俄罗斯还是其他的独裁国家，他们对那个法治的身份非常敏感，他们永远想证明我们是按法治判断，我们有法律，我们不是什么流氓的政府的国家，我们有法治。俄罗斯、中国一模一样。就是他们程序上要给你做的漂漂亮亮，对，然后要说我们俄罗斯是讲法治的国家，对，我们有法必依。这个人犯罪按我们的法律，这个人是犯罪了，所以没什么按我们的法。对。那现在的俄罗斯的法庭呢？有司法独立吗？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然后他们是有的时候真的可以说天天在改那些法律所以这样的话他更容易可以抓你。他说你现在有批评政府，那就是犯罪了。你要说俄罗斯打了乌克兰这个词打仗，你是打仗还是入侵？打战是 start a war 还是 invade？是打战。打仗是违法的。你要说有犯罪了。就是你只要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对，就是犯罪。没有这个事儿，我就是这个情况叫一个特殊军事 operation， 特别军事行动。对，就是在法律上面，你真的不能用这个词，你只能用这个词。他能严格到在媒体，特别是他能严格到在媒体只要这么说就抓人吗？对，包括在数字媒体也抓人。对，在 YouTube， 在俄罗斯的像 VKontakte， 就是俄语的那些平台，像微信、微博类似的俄国有自己的，还有西方的，当然是很慢的，但是有。你说还是写打仗了什么开战了，就是你犯罪，然后可以抓你。可以抓你，但他抓吗？抓了以后要逮捕，就是后果是什么呢？看他怎么那个法庭说是多严重的情况，你说1次2次，还是说了别的，然后其实他对你有什么态度，他真的想抓你，然后这样逼着你闭嘴，那他还是可以说，除了这个，你还是在赋税的那个情况，还有一些问题，还是对，在其他方面找麻烦，一直有机会，一直有。对。然后一般会像这样言论入罪的话，就是因为言论而被抓起来，会一个什么样的时间住在监狱里呢？多长时间？不同的，有的是最起码是几个月，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写了在数字媒体3次，还是支持乌克兰，
你可能被判断是5年、10年都有那些案子。所以就俄罗斯现在的言论环境也跟中国越来越像。对，哪个更好一点？能比吗？都一样不好吧？好，但是必须说，我觉得还有其实有很大的区别是，你看你问了关于 YouTube 还是有，然后我觉得可能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情况的最大的不同是，俄罗斯人还记得第一个90年代大概10年，是我可以说比西方国家更自由的，也是更乱的媒体的情况，他们记得就是现在30年吧，所以很多人还是记得。然后他们其实俄罗斯人都习惯到现在还是用 Facebook、YouTube、X 没那么多，什么 Instagram， 当然也有一些相关的俄罗斯的也是比较活跃，但是我觉得在意识里面还有就是我刚刚也说，因为我们这里还有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第一我们跟中国不一样，第二我们还属于可能欧洲还是西方国家，我们是国际化的。这个普京到现在你知道他说他可能要跟中国一样做一个就是 intranet， 就是完全是一个俄罗斯内部的可以说一个网络，就是跟外面的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到现在没有，2个原因，中国是特别愿意提供这个服务给老大，我就给你安排你的网络系统。普京说永远不能相信中国，因为这样的话中国也什么都会知道，对呀，对吧？第二个他也知道，不管他多么控制俄罗斯的老百姓，他知道你回家你在心里还是需要那些平台。当然不是所有的俄罗斯人，但是还是有很多俄罗斯人觉得，我觉得一辈子跟我有 YouTube 是很正常的，就是我跟 YouTube 长大了，我跟 Facebook 长大了，我要买东西还是看朋友旅游，为什么不能看 Instagram？ 就不可思议的。对，但是中国人没有这个经验。对，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就没有过自由，对对，而俄罗斯是89这个之后，它门打开了，完全自由化了。对，现在是被普京这样一个大沙皇，他新的一个集权，他又重新来执行，但是门开了，他不太能马上关上。对，我在想，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俄罗斯不管怎么样，就是每一个国家可能都有欧洲亲戚，就是他跟欧洲、跟西方的这种文化、人际这种连接纽带。对，最起码以前还是有就是直飞的航班，现在几乎是没了。你说的非常对，是这样，因为很多人不管是什么族，比如说犹太人，苏联的德族人都搬到了德国，就很大的人口。当然，就是大家看爷爷奶奶什么孩子都在德国，都在法国。然后本身就是移民的，因为喜欢还是有钱，还是因为学习的原因，所以其实到现在你去任何欧洲的大城市，你会很普遍你会听俄语，又不是说是俄罗斯人不一定，对，但是就是然后有就是给说俄语人的提供服务，学校教育啊，什么保险啊、房地产啊、什么餐厅啊、媒体都有。就是说明很多人移民到欧洲，但是那时候对，就是跑来跑去的，还是夏天，那我们去法国看什么，哥哥啊、奶奶啊什么的，还是孩子在那儿学习的，现在突然就没了。欧洲人到俄罗斯现在还有专门拿签证吗？必须拿签证，不只是拿签证，你要拿签证的那个过程当中，你要承认，俄罗斯没有打乌克兰。你支持什么普京的那些政策？对，书面方式要写。你要承认你去俄罗斯，你不会闹，你不会跟批评俄罗斯的机构和人有任何关系。这等于又成了他控制的一个手段。是，但是说实话，在欧洲很少有人愿意去俄罗斯，是吧？当然，有的人是家庭的原因，那当然理解，肯定还有一些商业。但是现在是很少。俄罗斯人，欧洲人
不会去，都不会去，不考虑。为什么要去这辈子要鄙视？那俄国人会愿意出国？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你要是最简单的，就要不然你就回不去，对对对，要不然你就出不来，对，就你到了海关就把你扣下来了。俄国人现在拿护照简单吗？能随便出国吗？现在是你要看男人和女人，因为打仗嘛，和你的年龄，对，啥意思？如果你是男人，然后好像是30岁以下的，他们首先可以查你就是在那个军事的部门是不是注册了，然后你的那个军队的情况是什么。对，所以很多男人是不能出国，是这个原因。明白，就是你是不是注册过要服兵役，是，然后你是不是服了兵役？对，那如果没有呢？那也还是看情况。第一，有很多的就是腐败，看塞点钱就走了。对对对，也可以解决，有办法。然后看你可能是以前是比较独立的一个什么公民社会的，还是媒体的，还是就是你在数字媒体可能批评了当地的政府，我不是说普京，你的市长啊是什么，那就麻烦来了。就是当然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然后我们现在不是在尼泊尔吗？这里也有俄罗斯人来旅游，因为不需要签证，就是落地的签证。所以现在其实又是为什么亚洲比较方便？你去泰国，你去像尼泊尔，你去中国，要不需要签证，还是其实很方便的，就是落地的。所以很多人，有一部分人是来亚洲旅游，有一部分人是首先去亚洲，然后从亚洲去西方国家。所以大家看了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里，其实是意犹未尽，但是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结束在这儿。今天特别感谢 Philip， 一个是分享了他个人的经验，来给我们解释一个人怎么可以学10几门语言，而且对每一个社会都有那么具体的了解。关键词就是意识到是有多样性的，而且要真正接触真实的人，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去学语言，学它语言背后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二是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是解读了很多中文观众其实没有机会知道的俄国人、俄罗斯这个社会文化它的自我身份的定义，还有现在这个社会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他们对中国人其实结论是很歧视中国，并不喜欢中国人，也不相信中国人。对，而且我们今天还专门聊了，这个媒体环境里面，就是在一个一直有监听监控的一个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它走到现在这个情况下，普京怎么样在控制媒体，在控制言论？那么这些话题，我觉得我们现在接着会继续聊的。应该的。更重要的是要跟大家预告 ，Philip 10天之后就要去乌克兰，他一个是要在那边跟当地的一些学者和媒体人再继续深入讨论，在现在当下这么混杂的环境下，怎么去讨论很多这种多边的问题。二是 Philip 已经答应了做大声的乌克兰特派员，应该的，请你在乌克兰也用你的语言，用你的文化的这种无与伦比的母语嘛，你是在奥德萨长大的，能给我们多带来一些关于乌克兰现实现在的普通人的生活，大家的这种大国政治下面的这种很细节的问题。应该的。谢谢，提前谢谢 Philip。今天很开心的，我们还有很多机会。是的，你们以后会经常见到 Philip。再见，拜拜。